亲爱的朋友，经济世界是呈现经济世界的精彩故事和解释经济名词的频道，目的是探索曾经发生过的经济事件，解读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影响。我们将视频分为10段，前9段为各个国家曾经使用过的政策片段观察，第10段剖析今日所抛出的经济名词的成因，以及这个经济议题曾经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探讨普通人遇到此类经济环境该如何面对。封面图的内容会在第10段展示，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Observation 1. 在2014年，日本比特币交易所 Mt. Gox 宣布因为黑客攻击而丢失了大约48亿美元的比特币，这成为了加密货币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安全事故。这个事件暴露了虚拟货币存储安全的脆弱性，引起了全球范围内对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安全性的关注。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这一事件是一个警钟，提醒他们在投资加密货币时需要考虑到资金的安全性和选择信誉良好的交易平台。Observation 2. 2016年，以太坊平台上的一个名为道的智能合约项目因编程错误被黑客攻击，导致价值6000万美元的以太币被盗。这一事件不仅使以太坊社区陷入了分裂，还引发了对智能合约安全性的广泛讨论。对普通人来说，这一事件说明即使是最先进的技术也可能存在缺陷，投资前需要深入了解技术细节和相关风险。Observation 3. 2017年，中国政府禁止了 ICO 首次币发行和关闭了所有的本土加密货币交易所。这一政策立即引发了全球加密市场的重大波动。对于中国的普通投资者，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寻找其他方式来参与虚拟货币投资，或者转向其他资产类别。这一事件提醒人们政策风险在虚拟货币投资中的重要性，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政策动向，以免资产遭受损失。Observation 4. 巴拉圭因拥有众多水电站而电力成本低廉，吸引了大量加密货币矿工。然而，这种大规模挖矿活动导致了电力资源的过度消耗，引发当地居民对电力分配的担忧。对普通人而言，加密货币挖掘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成本之间的矛盾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面对这种情况时，普通居民和政府需要共同探讨合理利用资源，制定明智的能源政策，以确保电力资源的公平分配和长远利益。Observation 5. 冰岛以其丰富的地热能源和寒冷气候成为全球加密货币矿业的热点。这种环境条件极适合大规模运行热量产生的矿机，从而降低了冷却成本。然而，随着挖矿设施的增加，当地面临了能源资源的潜在过度开发和环境影响问题。对于普通居民，了解这些活动可能对当地环境造成的长期影响，并参与相关的社区讨论和决策过程，是保障自己利益的重要方式。Observation 6. 面对经济崩溃和货币贬值，委内瑞拉政府推出了名为石油币的国家加密货币，以试图绕过国际制裁并吸引外资。尽管初衷可能是为了稳定经济，但普通民众对此持怀疑态度，担心这可能是政府逃避经济责任的手段。对于普通人来说，重要的是了解加密货币背后的政治经济动因，保持警觉，避免被政府的宣传误导，同时寻找更稳定的经济存储和投资方式。Observation 7. 韩国是全球加密货币交易最活跃的国家之一，但2017年末政府开始严格监管市场，引起了市场的巨大波动。尽管面临政策的不确定性，许多韩国投资者看到了监管带来的市场清洗作用，认为这是进入市场的好时机。普通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学习和了解加密货币的基本知识，选择合适的时机和平台进行投资，同时关注政府的政策动向，以规避可能的风险。Observation 8. 印度政府对加密货币的立场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初始时有禁止的倾向，
但随后在公众和企业的压力下，开始逐步开放，讨论合法化的可能性。这种不稳定的政策环境，使得许多创业者和投资者处于观望状态。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去关注新兴技术，参与加密货币相关的教育和培训，抓住未来可能的合法化浪潮。Observation 9. 澳大利亚比较早地认可了加密货币的合法性，并且在税务和监管方面提供了明确的指导。这种稳定的法律环境吸引了大量加密货币企业和投资者，澳大利亚的普通居民因此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各种加密货币服务和产品。普通人应利用这种环境，通过合法渠道进行投资和交易，同时可以考虑投资于加密货币相关的创业公司或技术开发，以期获得长远的经济回报。View. 在这个数字化迅速发展的时代，虚拟货币已经不再是科幻小说中的构想，而是真真切切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比特币、以太坊和瑞波币等名词，已经从技术爱好者的口中走进了普通人的日常谈话。但虚拟货币的兴起并非无缘无故，它是技术进步与经济需求的必然产物。首先，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虚拟货币的基础知识。虚拟货币是一种数字货币，它的存在和交易依赖于复杂的加密技术区块链。这种技术能确保交易的安全性和透明度，而且它是去中心化的，这意味着不受任何中央银行或政府的直接控制。多个国家，如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由于经济不稳定和超级通货膨胀，民众转向虚拟货币作为一种存储财富和交易的手段。他们使用这类政策是为了寻求经济的稳定性，尽管这种转变带来了一定的风险。虚拟货币的波动性是人所共知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它提供了一种逃离不稳定本币的出路。然而，虚拟货币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它不仅仅是一种金融工具，更是对现有金融体系的挑战。传统银行和金融机构开始审视并整合这种技术，以减少成本和提高效率。此外，全球大量的创业公司和投资者都在探索利用虚拟货币解决实际问题，如跨境支付和财富管理，但这一切并非没有风险。虚拟货币的高波动性和监管的不确定性，使得投资者和普通民众在接受之前必须三思。故事化的例子包括了一对夫妇，他们在2017年的比特币热潮中投入了他们的积蓄，希望能够实现财务自由。结果，比特币价格的急剧波动让他们一度财富翻倍，但随后的价格暴跌也让他们几乎失去了一切。这个故事不仅揭示了虚拟货币投资的高风险，也反映了普通人在面对这种新兴资产时的挣扎与不确定。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普通人应该如何面对虚拟货币呢？首先，重要的是要有自我教育，了解基本的区块链技术和加密货币的工作原理是必须的。其次，务必谨慎投资，不要盲目跟风，尤其是在不稳定的市场中。最后，考虑到虚拟货币的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将其作为多元化投资组合的一部分，而不是唯一选择，可能是较为稳妥的策略。随着更多国家和公司开始接受和整合虚拟货币，我们也许正站在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革的门槛上。但这个门槛究竟通向何方？是风险满满的未知世界，还是充满机遇的新天地？这正是每一个普通人、投资者乃至政策制定者需要思考的问题。虽然虚拟货币可能是未来的趋势，但在这一路上，我们需要带着问号和探索的眼光，谨慎而行。在全球范围内，虚拟货币的应用和影响各不相同，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委内瑞拉的例子。这个南美国家在实施虚拟货币政策前，正经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由于多年的政策失误，高度依赖石油出口收入以及外部经济制裁，委内瑞拉的经济陷入了深度衰退，物价飞涨。2018年的年通胀率一度高达13.060%，导致本国货币玻利瓦尔几乎彻底贬值。在这种经济极端困境中，
委内瑞拉政府在2018年推出了一种名为石油币 Petro 的国家支持的数字货币。政府声称这种新型加密货币与国家的石油、天然气、金和钻石储备挂钩，目的是为了绕开国际制裁，恢复对外贸易并稳定国内经济。尽管政府对石油币的推广充满信心，但国内外对其真实价值和透明度持怀疑态度。事实上，石油币的推出并未带来预期中的经济复苏。国内许多民众由于缺乏对数字货币的了解及基础设施的不完善，难以广泛接受和使用石油币。此外，国际社会对于石油币的法律地位和投资价值也存在很大争议，使得这一政策未能在短期内显著改善经济状况。然而，这一政策的尝试反映了虚拟货币在全球经济中潜在的角色，尤其是在经济危机和传统金融系统受限的情况下。委内瑞拉的例子提供了一个观察虚拟货币如何在特定国家经济政策中被采用的视角。尽管效果并不理想，但它展示了政府如何试图通过新技术解决深层次的经济问题。这种尝试虽充满争议和挑战，却也为其他国家在探索数字货币应用提供了重要的案例和教训。Analyze. 虚拟货币，尤其是加密货币，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具有去中心化、匿名性和全球可接受性的特点。这种新兴的货币形式对社会发展和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利益方面，一、去中心化。虚拟货币的去中心化特性减少了交易对传统银行系统的依赖，降低了交易费用，提高了资金流动的效率。二、跨境支付。对于全球商务和个人转账而言，虚拟货币提供了一种快速、低成本的跨境支付方式。三、金融包容性。在为银行化地区，虚拟货币能提供金融服务，帮助更多人获得资金流通和储蓄的机会。弊端方面，一、价格波动性。加密货币价格高度波动，给投资者带来极高的风险。二、安全问题。尽管区块链技术本身相对安全，但交易平台和钱包可能遭受黑客攻击，用户资产安全难以完全保证。三、监管问题。虚拟货币的匿名性和全球性使其成为洗钱和非法交易的工具，这对全球金融安全构成挑战。对普通人而言，虚拟货币的使用可以带来更便捷的支付体验和金融服务获取，但同时也要面对投资风险和安全挑战。虚拟货币的普及还需在确保安全、完善法律和加强监管的基础上逐步推进。